下一个谁来？魏太太，要不然试一下？月台这身衣服怕是不合适吧？要不然就算了吧。魏总，哎，怎么才来啊？我来给魏总太太送衣服的。哦，魏太太，魏总让我提醒你，出门别那么粗心，少带一件衣服都不知道。给。啊，知道了，谢谢啊。魏太，现在有衣服了，要不要跟魏姐打一局啊？好啊。都是运气。切准备单杆轻弹呀。长台进攻哪有这么容易啊？准确率多低啊！是我的话呀，肯定搏一搏。高手啊！给我一杯水，谢谢。哎，好的。魏太太，菲姐，给你。你刚才真的好棒啊！您叫我林双就好了。你是在哪儿学的斯诺克？我是上学的时候参加过江大的斯诺克社团。你是江大的？是啊，我是你的学妹，比你小几届。这么巧啊！哦，当年在大学那会儿，谁教了你斯诺克呀？其实吧，我没正经学过，就是有一个同学，他没事就指导我几下。不过他的斯诺克是林丽教的。怎么了？不会吧，我也是林丽教的啊！这么说起来，咱俩是师出同门啊！小师妹。不过他俩现在聊什么呢？聊得这么开心。你说这魏明老的球打得这么好，听说过呀？肯定是请的英国教练呗。
一看就知道。我也给你找的英国教练，你怎么什么都没学会啊？哎呀，你就别说了。行了，你俩别打情骂俏了。回来了，今天怎么样？你简直给我挖了个大坑。不至于吧？不就一起吃个饭吗？至于你自己怎么学？我不有重要客户呢吗？这身衣服没见你穿过呀，什么时候买的？啊，好久没穿了，去年买的。口红挺好看的。魏总早。早上好。早上好。妹妹。魏总，玩的还开心吗？昨天？哦，昨天太棒了，没想到你有一个宝藏太太。我太太朋友不多，您肯带她玩，她开心还来不及呢。什么带不带的？她的斯诺克打得比我好，下次一定要约个时间跟她好好切磋切磋。没问题，那你们随时约啊。嗯。要不是啊，你提前帮我排雷，还临时赶来救场，我现在应该已经社死了。其实这些人啊，不管是强势还是温顺，看的都是公司的职位还有利益关系。有了磐石这张牌，魏明升 VP 应该就是这1-2个月的事儿了。新来的那个助理黄佳怡，她爸爸是黄董，魏明最近可是对她殷勤得很。你的意思是，魏明为求自保，想借黄佳怡来讨好黄董？也不一定是自保吧。人心不足蛇吞象，魏明还不到40岁，他的野心应该不仅仅只是一个副总吧。副总之上那就是 CEO。魏明是有点才华和小聪明，当一个副总算是比较匹配的。但是，如果让他掌舵全局来领导一家公司，那他还差了点格局。他知道他自己差的这点格局，需要一个强大的后盾来帮他补上。他想让黄董来当这个后盾。魏明的能力嘛，是有一些小天赋。但是论起对付女人，他可是天下第一。我看那个黄佳怡被家人保护得很好，一点鉴别男人的能力都没有。他已经着了魏明的道了。如果只是提携自己的女儿，那这份恩情黄董未必会记挂很久。但如果成为黄董的家人，那就不一样。你说魏明要娶黄佳怡？以我对魏明的了解，不是不可能。那这也太毁三观了吧！不管怎么样，找工作的事情呢，还是得抓紧。对了，魏明的工资还有奖金都是公开的。再加上我知道的分红和绩效，我估算出了他大致的年收入。另外，他这个人喜欢搞小动作，回扣也没少拿。我知道的，全部都在里面。谢谢，这次帮了我大忙了。司仪说，在财产分割当中，对方一定会想方设法的降低你分得财产的比例。但是如果我能了解他全部的收入状况，把能分的蛋糕尽量做大，这也算是变相的多分了一些财产。该是你的，咱们1分都不能让。林双，磐石研究室又开始招聘了，你报名吗？当然。
魏总，跟您确认一下，咱们是去 T2对吧？对。魏总好。明博呢？公司不是派他跟我一起出差吗？明博突然有点急事，脱不开身，所以公司就派我去了。师傅，出发。这几个月你是真的补了很多课。这么短的时间，除了 Python 语言的熟练掌握，还补上了之前深度学习推荐系统的短板，还研究了 Tyson RT， 实践项目也做了不少。看来你确实下了不少苦功夫。能够进入磐石研究室，对我来说非常重要。希望各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。顾总，我没有别的问题了。我的问题还是个老问题，这对于我们磐石来说也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你到底要如何平衡事业和家庭？顾总说的没错，所谓的平衡其实根本不存在，它无非是取舍和牺牲。但是在认定这个事实之前，我想先明确一点：家庭是一家人，取舍和牺牲绝不是靠女性一个人来完成。所有的家庭成员，甚至包括孩子，都必须承担起这个责任。当所有的家庭成员都承担起了责任，并开始发挥作用的时候，那么这个取舍和牺牲，才能最大程度地减少不必要的消耗，尽量让所有人都满意，也可以看作是达到了某种平衡。你刚刚这番话呢，说的很有道理，但是你表达的只是一种理想化的状态，恐怕执行起来是非常难的。而且，程序员是高强度的工作，即便是大学刚毕业的年轻的员工，也有时候可能会感到力不从心。所以你到底拿什么来证明你能够胜任？我想让大家看一个表格。我的一天是从早上6点开始的，洗漱、更衣。6点20，我准备早餐，叫家人起床。7点15送孩子去幼儿园。8点菜场买菜。8点40回到家里，收拾餐桌，整理衣服，还要处理一些缴费和外出事宜。一边我还要用手机听课。12点钟，我会利用午餐的时间下单一些生活必需品。12点半午餐结束，我为晚餐做准备。3点我会去幼儿园接孩子，直接送到特长班，督促他语数外以及画画还有围棋等技能的学习。5点钟回到家做饭，6点钟吃晚餐。7点半我给孩子洗漱哄他睡觉。9点钟我再重新收拾一遍房间，为第2天早餐做准备。10点，我可以继续学习2个小时。12点，我自己洗漱睡觉。这只是我过去几年里最普普通通的一天。如果遇上老人、孩子生病，家里突然来亲戚，那这张表格还会复杂很多。另外，除了时间管理，几年的主妇生活也让我对于财务统计、家里人的心理疏导以及各方面的协调能力都有了很大的进步。我想，我的工作强度和复杂度，对比一个初级程序员的工作需求，应该是绰绰有余。你在之前的面试和笔试中分数排名是最高的，所以看得出啊，你的 Spark 以及机器学习方面的工程能力是非常的扎实的。顾总，您还有问题吗？
如果这次的面试你还是没有通过呢？我一开始出来找工作，其实动机非常单纯，就是想赚点工资。选择做程序员也是因为老本行好上手。但在这几个月的跌跌撞撞里，我开始想起来，那个曾经在家庭主妇身份中过度自我认同而丢失的自己。所以，不管我能不能来磐石工作，我都笃定了会在寻找自我、实现自我的路上继续前行。恭喜你，加入磐石研究室。希望以后的每一天，我都能去发光，而不是被照亮。江海，明天我就要去磐石上班了。刚开始上班呢，我估计会有点忙，会有一段时间的适应期。所以，我跟我们小区的邓阿姨已经商量好了，以后我下班晚，她会帮我接小苹果。这段时间谢谢你了。没事儿。恭喜你啊，林双姐。可这样一来，我以后是不是就不能每天见到你了？啊，我的意思是，你要是下班晚，路上不安全，我会去接你。不用，我现在自己开车很方便的。你帮我照顾小苹果，我已经很不好意思了。其实我吧，有的时候就是想每天能听一听你说话的声音，见你一面吧，就哪怕隔得远远的看着也好。我没有别的意思了，我也不是想去骚扰你。江海，我真的只拿你当普通朋友，也希望你可以尊重我们作为普通朋友的界限。我知道的。哎，当然了，果果交代的任务，妈妈能不完成吗？跟小朋友们分一下。吃糖了。哦，谢谢。林双姐，还是拿我当小孩子呢。那你就拿出点大人的样子来嘛。魏总，不吃饭吗？这么严肃干什么呀？我刚才给明博打电话，你硬把他顶替了。这么快就穿帮了？王佳怡，这里是公司，不是你过家家的地方。我没在闹着玩儿，我是真想跟你学点东西。这次出差我也早就跟你申请了，但你最后还是交了明博。我之所以选择明博有2个原因：一，他工作经验比你丰富；二，我们出差办事儿难免要喝酒应酬、加班晚归，他一个男人跟着我比你方便。原来魏总也会搞职场性别歧视。我没有搞职场性别歧视，我只是……所以，不是我做不好，而是你担心我做不好。我会用实际行动向你证明，你的担心绝对是多余的。再说了，你现在没什么备选方案了，我们还是抓紧聊聊项目吧。冒名顶替的账我回公司再跟你算。先吃饭。我们这次来，
主要是要磕江南几个老牌企业。你回去也查查资料，好好做做功课。嗯。还有，要跑几家公司，几个地方，所有的路线、车都提前安排好。好的。林双，欢迎你在磐石正式开启你的程序员生涯。谢谢，我带你过去。咱们磐石科技成立于2015年，目前呢是国内首屈一指的企业软件公司，主要提供数据库、工具和应用软件等相关的咨询支持服务。你这次入职的小组呢是隶属于开发中心，也就是我们研发中心。像我们研发中心现在目前有180多名开发人员。你也知道，咱们公司可是向来是以技术为核心的，所以啊，这研发中心更是 CEO 的直属。这边就是工作区域了，你看一下。哦，对了，你这边还要下载一个工作软件，就是这个引擎。引擎呢是咱们磐石内部的协作合作系统，像日常的工作沟通以及请假调休之类的，一切跟工作有关的事情，基本上都是可以在引擎上解决的。哎。你可以选几个位置啊？哦，就是这边绿色都可以选。那我就选这个吧。挺好的，可以。那我带你过去。就是这里。好，我那边还有事情忙，到时候有什么事儿找我啊。加油！雨霞，啊，喂，林双，啊，你好。你这个工位啊，正对着 CEO 办公室，无论是上班呢、摸鱼还是留话，全都一览无遗，能够感受到来自 CEO 的零距离关怀，是我们整个磐石出了名的风水宝地。接水去了啊。下周的产品需求会，所有的流程已经同步到你们电脑上了，自己看一看啊，完全根据这个规章制度走。各部门你们稍微协调一下，好吧？哎，听清楚了啊！散会。林双，产品的需求会。啊。语速这么快，能听清啊？提高获取信息的效率嘛，多听听就习惯了。散会。太能说了。神。宵夜加按摩，公司加班福利。可惜啊，就是没什么时间享受罢了。哎。不好意思啊，邓阿姨。没事，睡熟了。啊，我去了啊，我送你。那你注意安全，谢谢啊。
有什么问题吗？没有问题。今天可能要辛苦了，我们得连夜修改方案。魏总，我看那个客户根本就没想诚心跟我们合作，改方案根本就是个借口。我们这次来的任务，就是要把不可能变成可能。方舟的实力摆在那里，市面上那么多客户，咱们换个更好搞的不行吗？就没有好搞的客户。佳怡，你是千金大小姐，从小到大一帆风顺，没吃过苦，你可能一时半会儿很难了解打工人的生活。没关系，越是难做的事情，做成了越有成就感。不信你试试。那我试试。打100个电话。妈妈，楼上思欣的爸爸妈妈又吵架了。童话书里不是说结了婚都会幸福的生活在一起吗？因为童话故事和现实世界是不一样的。有的时候啊，大家喜欢把好的一面展示给大家看，把不好的一面就藏起来。其实我一点也不希望爸爸升职加薪。为什么？爸爸越来越忙，有时候我连着好几个礼拜都看不到他。佳怡，你把新辉的资料让我看一下。第一节课，我就跟你们讲了，冰球运动的精神是什么？是团结协作，是队魂。我以为你都忘了呢。刚才为什么不把球传给小苹果？都不把小苹果当成自己队友，还谈什么队魂？教练，不是我们不想把小苹果当成队友，我也想传球给他呀，可他跑得太慢了。我力气大，怕把他撞飞了。过一会儿他该哭鼻子说我欺负他了。教练，你也说了，比赛嘛，总是要赢呀，总不能因为小苹果是女孩子，我们就故意哄她开心，让着她吧。我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。我也不想跟小苹果练球了。我也不想，我也不想。那行了，你们都少说2句。你们8字练习24去。林生，都还适应吗？正在努力适应中。跟你想象的不大一样吧？大厂需要用速度对抗周期性，职场环境也会相对复杂，所以短期内你估计会很辛苦。没事，我挺开心的，不怕辛苦。哦，对了，昨天你跟老柴反映了量化算法的问题，他直接把邮件转发给了研发部的负责人何总，然后抄送给你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他。你不用和我解释。今天何总正好在北京出差，
明天等他回来，你好好想想该怎么跟他解释。你说那老柴怎么能这么阴呢？我正常给他发私信反映问题，他招呼都不打，直接就把邮件转给了何总，这明摆着让何总恨我呢嘛。要不是舒曼刚才告诉我，我都不知道我被人当枪使。你就是一个职场小白，人家拿你当软柿子捏呗。不过你也是啊，一个职场新人，最重要的就是低头做事，抬头看路。你都分不清楚东南西北就横冲直撞，一片好心，结果让人家当炮灰。你说你冤不冤呀？我当时在方舟工作的时候也没觉得这么内耗啊。方舟那个时候处于初创阶段，就几十名员工，现在的磐石有几万名员工，自然有亲疏，有派别，有阵营，有利益关系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啊。职场不是童话世界，除了有实力和努力，还需要随机应变的能力。快点帮我想一想，明天那个研发部的何总回来，我应该怎么说啊？你还想说什么呀？多说多错，少说少错，不说还是错。我死定了！你的手快不快？基于我这次去北京项目洽谈，进一步了解了客户的需求。稍后呢，负责这个项目的同事啊，跟我走，咱们单独开个会聊一聊。好。哦，有同事给我发邮件，反映开源的量化算法性能不佳，所以刚刚会前我特地找了 KV 跑了一下算法，测了一下性能效果，结果发现根本不存在邮件里反映的问题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是我给老柴发的邮件。我的初衷是想和他探讨一下如何解决问题，但是老柴迟迟没有回复邮件，所以我就昨晚加了一个班，索性把问题给解决了。至于他还跟您汇报了这件事情，我确实不太清楚。比起反映问题，我们更需要的是高效解决问题的意识和能力。磐石需要林双这样的实干精神啊！哎呦，我就是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。我是一个新人，我做事的原则非常的简单，就是低头做事，抬头做人。我还有很多不足的地方，希望各位同事日后可以多多指正。老柴啊，以后遇到问题，不要老想着甩锅啊，多动动脑子。好了，就到这儿吧。来，晶晶晶晶晶，为你开心，谢谢你。恭喜你啊，一战成名。以后谁想要在磐石欺负你，估计有点困难了。说真的，还得多亏了你。以前吧，我觉得你行走江湖全靠啊，但是没想到你对付职场潜规则也有一套啊。我希望在职场上，你永远也不要知道这些潜规则。对付职场这种小垃圾，我可是有100种办法。以后看他们谁还敢欺负你。怕了，人际关系这门学科呀，真的是比专业难多了。在职场上啊，是有很多这种人情啊、欺骗啊、背叛的小故事，但是你知道吗？最受人尊重的，就是像你这样，真正有能力、正能量且向上的人。可以啊，林双，表现不错啊。何总，何总，
没有，我呢其实就是做点力所能及的事儿。你当时来江大听课的时候，我就知道你不一般的。哦，您记得我去江大听课的事儿啊？当然，听人力的朱小晴说，你是顾总特别安排来听课的。我是顾许安排来的。行了，你们继续吧。哦，何总您慢走啊。好。干嘛？这个顾许什么情况？他可是你的冤家对头，他为什么会帮你啊？而且他还帮了我。他该不会是对你有什么企图吧？哇，对我有神经病啊！我有什么可企图的？你赶紧回去休息吧。好的，顾总。哎呀，还没写完呢。我已经给你保存好了，困了就回家睡觉，别在公司浪费电。训练你也要管，听个课你也要安排。你这个 CEO 是不是有点太操心？我去江大听课的事儿是你安排的吧？你不是最看不上我吗？干嘛要帮我？我帮你是2个原因：一，你是林老师的女儿，林老师对我的恩情无以为报，所以我只能从你这儿借花献佛；二，倒是我个人原因。其实我之所以成为今天的顾许，在某种程度上，是得益于你。因为我。你是我在大学生涯里一直想要超越，却偏偏怎么也超不过的那个对手。整整7年，我都活在你的阴影里边。你知道吗？我为了超越你，到美国留学，每天都泡在图书馆和实验室里。创业之后，更是把办公室当成了家。我用了2年的时间，就把创业公司做成了业内独角兽。就连我接受磐石的 offer 回到国内，有一大半的原因，是想要重新跟你一较高下。现在你呢？我设想过无数种我们重逢的可能性，唯独没有想到过眼前这种。武侠小说你看过吧？什么意思？我拼尽了全力练成盖世武功，就是想要和你重新一较高下。现在孤独求败的心情，我倒是体会到了。我之所以要帮你，是因为我对昔日对手的一份崇敬之心。当然，我也奢望着，也许有一天，你能重新拥有与我一决高下的事。谢谢。不过我连进入磐石都是勉勉强强，距离成为你的对手还差108000里呢。我估计你这个愿望应该是很难实现。没关系，有得必有失嘛，也好。看着昔日的劲敌，现在兢兢业业的，每天为我搬砖打工，也是一种特别的享受。可惜这种感觉，这辈子你是体会不到。
撑不住了就赶紧回去休息。但是绩效完不成，工资还是要照扣的。你这转头一向不行啊，赶紧回去休息吧，别熬夜了，毕竟年纪摆在这儿。我在国外的时候就听过你。我是顾许在普林斯顿的学妹，后来他创立了普柳科技，我也一直是他的搭档。他上大学总是第2名的故事，我简直听得耳朵都要起茧了。那都是过去的老黄历了，还提他干嘛？倒是你，我听磐石上上下下的人都夸你业务能力出众。哦，原来是老搭档了，怪不得这么有默契。我喜欢顾许。你是不是误会了？这个人我从来就没往这方面想过。你俩还挺配的。他配不上你。是吗？可惜这些年一直都是我一厢情愿，顾许一直不接受我。他就是这么个人，以前满脑子学习，现在满脑子工作。上学的时候，他连衣服都只有2身，全靠一口仙气儿活着。哎呀，人间烟火呀，他还没有尝过。这么多年，别说是恋爱、结婚、生子，他连一个绯闻对象都没有。想想也够心酸的。被你这么一说，我都有点怀疑我看男人的眼光了。不，那句话怎么说来着？但凡是天赋异禀的人，多少都有点性格上的缺陷。说真的，你如果能让顾大仙下凡，那真是做了件好事。我正在努力中。听说你一毕业就结婚了，我也很好奇，是什么样的男人能让你一个名校学霸，心甘情愿这么多年在家洗手做得分科？那就是另外一个故事。看样子是个悲剧。应该是一个励志剧，有机会说给你听。德亚服饰刚刚打的那个电话，可把他们紧张坏了。一听到他们也要抢咱们粉丝节的独家联名，那几个老油条赶紧放下架子敲定合作，生怕晚了就没有了。那嘴脸，笑死我了。不过这电话怎么这么巧啊？刚好赶在咱们开会的时候，该不会是你找的托儿吧？你看出来了？我猜的。德亚那边确实有新合作，我故意把电话安排在了会议时间，催单嘛，得使点小招，好让那些犹豫不决的客户尽快下定决心。受教了。基本技巧而已，以后你要学的东西还很多。一会儿回到酒店赶紧睡觉吧，你看你这几天熬的，黑眼圈都快跑不出来。哦，我第一次来古镇，还想好好逛逛呢。行，你逛吧，准假。那一起呗。我还有工作。你昨晚熬得那么晚，还不许调休吗？我这黑眼圈可算工伤啊，你就当是给我头一次谈成客户的奖励。好香啊！魏总，我想吃饼。我请客。老板，哎，来2个饼。哦，好嘞。谢谢啊。谢谢。怎么样？好脆啊！你尝一个。好吃吧？再见啊！再见，再见。该走。你签完字，我就是你正式的离婚代理律师了。
今天开始，我们就共同进退了。来吧，看看你的情况。财务方面，根据你提供的相关财务资料，我已经看过了。男方的工资加上灰色收入，粗略估算一下，资产超过1500万，所以你应当分得的至少是750万。抚养权方面，虽然你现在已经有了工作，但你还在试用期。即便日后你转正了，你的收入跟男方相比起来还是有一定的差距的。而且你现在的工作时间比较长，孩子大部分时间是交给小时工来照看的。如果对方的父母提出他们可以照看孙女，加上男方的高收入，他随时可以将劣势转化为优势。所以抚养权方面，我们并没有完全的把握。孙女士，有一段时间我非常害怕离婚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现在想想，我应该是非常害怕失去小苹果。小苹果是我女儿，特别可爱。这几个月，我一直非常努力，无非就是为了想把孩子留在身边。所以，请你一定要帮帮我，拜托了。这个你放心，我会尽力的。之前你给我提供了一些证据，可是你知道，在法律上，证据的认定是非常复杂的，有时候我们认为的铁证也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瑕疵。所以现在我建议你应该抓紧时间去搜集更多的相关证据。如果能够证明男方是婚姻中的过错方，就可以在财产分割上占有主动权，抚养权上也会逐渐增加考虑的因素，让法官优先选择你。总之，协议离婚比的就是双方手中谁有更多可以让对方让步的筹码。如果到了诉讼离婚这一步，看的就是你手上有多少证据了。好，我知道。从初中起，我就被我爸妈丢在国外一个人念书，所以我很早就习惯了一个人的生活。只要提起行李，就像带上了家，但终点在哪里，我却永远也不知道。一个人孤单的时候，我就喜欢去港湾。不知道为什么，只要在港湾边一坐，我就不再害怕寂寞。那么多船只一路在海上漂漂泊泊的，但只要驶入到了港湾，就像是回到了家里，不再因为有狂风巨浪而恐惧，也不再因为看不到彼岸而失去方向。他们和我都一样，都安全了。后来大了一点儿，我就提着行李一个人去旅行。我最喜欢的也是世界各地的港湾。我去过里约热内卢港、旧金山湾、普吉岛的潘牙湾，还有加拿大的芬蒂湾。以后有机会，我还想去看看南极的天堂湾。一起呗。不可命命运那么好。我去过世界很多地方，都是因为工作，很少能像现在这样喝喝茶、聊聊天，很难体会那种游人的心境。谢谢你。有机会，真的想去全世界好好的走一走、看一看。人一辈子其实很短暂的，转瞬即逝。我们要有一个好的心态去面对自己的人生。你看，看，哇，看到没？哎，你说这么多亲切的职务他不去干，非得给魏总当个助理，为什么呀？为什么呀？记得上次魏总训他吗？你说他平常那么不可一世的人啊，魏总一说他，哎，他倒是乖乖听。这次出差原本是该人民博去，啊，他偏硬生生的把人给挤下了。哎，这佳阿姨是不是嫁不出去了呀？非看上个有妇之夫？
您看您需要点什么？这个，还有这个。谢谢。早啊。昨天睡怎么样？挺好。我帮你点好了早餐。你随便点啊。我还想再点一样东西，魏总的和颜悦色。佳怡，这几天我一直有个问题想问你：我们方舟有那么多部门，你为什么偏偏挑中了产品部？因为你啊。因为我可是对你做过背调的。首先呢，你在方舟工作了9年，是方舟的元老，对公司架构的理解和内部管理利弊的认知肯定比一般人透彻。其次，一旦你升职，将会是目前事业部最年轻的 VP， 方舟高层都称赞你做事高效，深谙人心，所以我想来好好领教一下。那你的背调可做得不够详尽了。我还有老婆有孩子，我在公司这么努力的工作，就希望我的家人能够生活幸福。当然，这种幸福也包括，我不希望他们在生活当中，因为无中生有的误会而受到困扰。我不明白你的意思。你刚才在朋友圈发的照片我看了，你这么做啊，很容易引起公司同事的误会，这对你还有我的个人声誉没有任何好处。我还当是什么事儿呢？我不知道这有什么可误会的，我不过就是随手拍了些照片，记录日常生活，发朋友圈。魏总有什么好紧张的？我没有紧张，人言可畏。到底是人言可畏，还是魏总心里本来就有属于我的一席之地，被人看穿了之后心虚了呢？你想多了吧你？不好意思。喂，爸。你马上买票回江州。你们回来了呀？回来再说。喂，喂。你先回去吧，这有我呢。喏，给你的。这些东西，你拿去送小朋友吧。你可别小看这些盲盒啊！我给你买的这些里面是有隐藏款的，你要是开到了隐藏款，它的价值会翻5到10倍呢。拆一个看看。第一个就开到隐藏款，我看看。这上面还写了2句话呢，你看，这2句话也是我想对你说的话。江喜，又是隐藏款，你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吗？10万分之一，你现在就是幸运女神了。隐藏款又是隐藏款，隐藏款。那我猜这里面该不会都是隐藏款吧？虽然我买这些隐藏款的行为是有些投机，但我也是想把心意准备到100%嘛。我不想对你偷懒，江喜。我知道以我现在的能力，我没有办法给你更好的生活，但你要相信我，只要你愿意给我时间，很快，我就会像这些盲盒一样，让你看到升职的潜力。我觉得不是时间的问题，是人的问题。林博，我们是不同的人，我喜欢的一直都是橱窗里面的奢侈品，价格就摆在那里，清清楚楚，一目了然。不过，你送给我的这个，我很喜欢。
张妈。哎，来了来了。哎，佳怡回来了。啊，哦，不用，我自己拿。爸妈，你们怎么回来了？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。爸，我想死你了。怎么了？这么严肃啊？这是谁的衣服啊？同事的呀。怎么了？同事的。哎，爸，你干什么呀？你马上写辞职报告，明天一早交上去。我为什么要辞职啊？工作上我有任何过失吗？就算你是大股东，你也没有擅自开除我的权利。我没这个权利。那你等着。现在跟魏明的事，这方舟传的多难听啊！你别急，慢慢讲，弄不好就是个误会呢。那不是误会，传言是真的。我就是喜欢魏明。你还说得出口？你喜欢谁不好，可偏偏人家有老婆的。我知道，那没什么。你听听，他说的都是些什么话呀？你读了那么多的书，你连最起码的礼义廉耻都不懂吗？佳怡呀，我和你爸爸从小就把你送到国外去留学，目的就是为了让你去镀镀金，长长见识。你倒好，把西方人的那套没边际的自由学了来。听你爸爸的话，赶紧离开方舟，跟那个男的断掉。我不要。你们也知道，从小你们就把我送出去读书啊。从12岁起，你们两个就不再管我了。现在你们又突然跳出来叫我好好听话，对不起，晚了，我已经长大了。你看你能说出这种话，就证明你还是个孩子。佳怡呀，爸爸妈妈不会害你的。你不要头脑发昏，你喜欢人家，可是人家已经结婚有孩子了，这种感情是没有结果的。那是我自己的事，跟你们没有关系。没关系，你听着，我是不会让你跟魏明在一起的。用不着你同意。你还顾不顾脸面了？我还有脸面了。说白了，你更在意的还是你的脸面。你有在意过我吗？那我也告诉你，我还就偏偏要跟魏明在一起，等着瞧。你回来！别急别急，这孩子从小脾气就倔，我们要慢慢劝，急不来的。谁啊？我。你坐我车干嘛？你不是开顺风车吗？我刚好下班，顺便给你增加一点营业收入。怎么着？不欢迎你的乘客啊？你别折磨我了，行不行啊？你怎么知道我跟你顺路呢？你再说你干嘛不让你秘书跟你约一辆车呀？司机和秘书我早就让他们下班了。我前面打车要排100多号的，而且我没有做好要在公司通宵的准备。我11点之后啊，加价3倍，然后路上还要接人，能接受吧？哦，还要拼车呀？嗯。那我只能付你1.5倍的车费。赶紧走吧，师傅，别耽误时间了，行吗？喏，送给果果的。啊，你看，据说这个东西能升值，你可别当垃圾扔了啊！不会，谢谢。哎，你今天晚上怎么那么晚下班呀？不会是那个变态 CEO 顾许为难你了吧？我跟你说，你
如果有什么事情，一定要跟我说啊。说面对这种职场黑恶势力啊，你千万不能怂，他们就是喜欢那种吃软怕硬的人。一看你是软柿子，他们恨不得把你熬成那个柿子汤，你一定得硬切，他们就乖乖认怂了，知道吗？介绍一下顾许、江喜。啊，我们之前在方舟见过。你俩聊。那个，顾总，上次真是谢谢您啊。如果背后是人画画就是你表达感谢的方式的话，那就大可不必了。我没有，我刚才就是讲了一个冷笑话。顾总，你怎么一点幽默细胞都没有呀？你们是不是在聊工作呀？是啊。我觉得这个顾许人不错。哪儿不错了？就是他能够给人一种特别舒适的距离感。好多男生啊，见到漂亮姑娘，恨不得乍见之欢，最好距离感直接为负。但顾许不一样哦。想多了，他对谁都这样。反正我是没有看见过。我们公司林总搭哪个普通员工的顺风车回家，而且根本就不顺路。我觉得他是想要找机会多了解你。他是想故意找机会让我不痛快。你不了解他，他呀，就是一个用算法衡量一切的技术男，脑回路清奇，不按常理出牌。他现在正充分享受虐杀我的快乐。所以啊，他就像是一个不成熟的小男生，表面上呢欺负你，但潜台词是在说我喜欢你。你们家江海都不这样。哎，打住啊！我们两个还是聊点别的吧。今天在方舟出了一个很大的八卦，黄佳怡发了一个让人浮想联翩的朋友圈，你猜主角是谁？魏明。朋友圈嘛，顾名思义，就是发给大家看的。但是这个黄佳怡啊，她实在是太心急了。表面上，她要宣示主权，对内，她向魏明逼宫。这个魏明，宁可背负陈世美的骂名，也要上赶的去给黄家当赘婿。你说你啊，算不算是料事如神？离婚的律师委托协议我已经签完了。司仪交代我，在正式向魏明摊牌之前，要尽可能的找到他婚内出轨的证据，还有转移资产的证据。这个黄佳怡，绿茶嘛是真绿茶，但神助攻，也算得上是神助攻。以魏明的德行啊，没有这个黄佳怡也会有别人。凉水是泡不开绿茶的，他不热乎，人家能往上冲。海王就是海王，撒网捕鱼的不算高手，能让鱼儿主动上钩的才算是棋高一筹。我估计这会儿黄董已经气得大发雷霆了。你放心吧，公司那边我会帮你继续盯着他们两个的。接下来就要真刀真枪硬碰硬了。袁领少，我刚下飞机，直接回公司了。这次出差比预期多了2天，我换洗衣服没带够，你赶紧给我送一趟。我这边10点钟有个会，尽快啊。你到哪儿了？我已经到公司门口了，衣服呢？喂，对啊，我在楼下，你在哪儿？这边。那我先走了。好，谢谢。是魏先生吗？啊，这是您的衣服。
谢谢啊。衬衣皱成这样，你就找个快递给我送过来。你一天到晚在家干什么呢？稍等一下，10点的会，我现在肯定迟到了。你怎么能犯这种低级的错误呢？请进。魏总，怎么了？西服已经洗好了，我特地选了一件衬衣作为谢礼，相信会跟西服很配。太好了，佳怡，你可帮我大忙了。衣服这么皱啊，不然换上吧。好。还有事吗？没事了。要不你先回避一下。